今天真的颇疲倦的，处理银行的事情啊，处理一些股票的东西。因为我本身是念数学出身的，不管当时是被那时候不能讲背啦，就是说不管是那时候的所谓的联考制度，先考试填志愿，或者是说纯粹就是因缘巧合，反正你命中就该如此。于是我就念了数学。我念了数学呢，看到很多有些学科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学科哦。比方讲拓扑学好了 ，topology，T-O-P-O-L-O-G-Y 哈。topology 是我个人觉得不好学，当时会觉得是一个实在抽象的不得了，那种题外话哦，在真正在念书的时候，那种甚至在高中以前或是大学前半段，我们学的应该不叫做数学，我们学的是算术，就计算的能力。然后年纪比较大之后，你在真正踏进这个世界的这个门科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叫做数学。这个学这个字呢，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名词反正一种知识的尾巴，什么什么学，那通常就是已经是进入一个更里面的领域了。所以其实也没什么，然后后来就念。可是念书的过程中，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后来等到我到因为我后来又念硕士嘛，公管的，然后又念这个，不是又念了，然后又去当了2年的军官，很痛苦的时候，很痛苦的生活，然后最后开始上班，退伍上班，然后上班就是等到我进入这个工作场合的时候，我才就慢慢的觉得说，你以前学的东西呢有用，那有用呢，我讲的不是说可以让你什么就马上这个拿到很高的薪水啊，或怎么样子，不是，而是你会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是学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哪一个领域的东西，如果一旦谈到学这个东西这个字呢，其实都钻到最里面去了。钻到最里面去呢，你看到的是核心的东西，或者是说，或者简单讲，你看不到核心的东西。听起来有点矛盾哦，但是其实他们其实就是什么无相胜有相那种感觉，有一点庄子，或者是有一点道家的那种感觉啊。道家这边老子了嘛。我谈的不是谈治国，我讲的是说，你会开始跳脱在原本的，不管是念的是化学、数学，或者是物理，或者是什么，你会跳脱原来你学的那种很基本的算式的东西，而是会开始去思考，去思考说，某某学问究竟他在谈的是什么东西，而不是你会算这个题目而已。像拓扑学，其实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今天一个甜圈圈，对不对？和一个这种像这种杯子，马克杯，这个对马克杯比较大的杯子，甜甜圈圆圆甜甜圈一圈这样的，跟这个在 topology 就是拓扑学的定义里面，对于物体形状的定义里面呢，它们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个
因为我不想再拖时间，我其实等一下是要讲那个调酒的东西。甜甜圈这样嘛，中间一个洞，对不对？所以它是这个物体是这样绕一圈的，然后中间有一个洞，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有一个洞的物体，就是物件啊，物体。这个东西就是只有一个洞而已。然后刚刚讲这个呢，这个杯子呢，马克杯嘛，圣诞节是很久以前买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在 topology 里面会认为这个东西跟甜甜圈是一样？因为它也是只有一个洞而已，它不去讨论其他的东西哦，大小、长短，什么新旧啊，什么颜色，什么或者什么没有，它考虑到就是说我们在认知里面，你看它的洞在这里，就这里这个洞，什么意思呢？你把这个慢慢的把它就拉长这样来看，然后这个杯子你有洞没有？因为它是有洞，它就露出来了，所以它其实基本上只是另外就是把它做成这样像杯子这样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形状，凹下去跟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并没有穿啊，它真正有穿的就只有这个洞而已，就这个地方而已，所以你把它简单讲说，你把它真的把它揉开了。洞的地方你当然不能揉嘛，就是说我讲的揉不是把它压在一起，而是说你怎么去拉扯，怎么去弄，去扳它，在不拉断，不把它强行把它甜甜圈，你假定它是生的，它在一团，你当然一压它就变成一个球，一坨球了嘛。可是我们讲的不是这样，而是说在可以拉扯的时候，没有拉断的时候。定义里面，甜甜圈跟这个杯子就是一样的东西更困难的是假定你觉得你说这很简单，你可以理解的时候，当然进到这领域里面有更多更奇怪的事情哦，就是我刚讲这个有没有讲到？除了讲说有一个洞，有讲到一个一这个字之外，其他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提到什么数字啊，而且所谓一在小学里面也有1年级可能也会教一，对不对？可是我刚刚讲的也是一，不过我讲的是一个洞，然后这个它就已经是跳脱了之前我们学算术那个1+2、1+2、1+3、1+4这样那种概念了。那你说这种东西能够干嘛？当然再往下去还有很多东西，但是我要表达的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教你的是我们在看一个事情的 topology 是它其实是地图学哦，就是按照你去查那个字典的话哦，地图学啊那种谈那个山峦起伏这样的东西啊，空间什么的，它只是把它这样子的东西，我们把它。具象化的东西呢，把它用这种非具象，就是非具象的方式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比如说我们刚讲一个圈、一个洞的东西，那这甜甜圈跟杯子是一样的，咖啡杯啊、茶杯是一样的。马克杯啦，就是要有一个把的那一种的。然后它就是跟那种茶杯手握的比如说 whisky 杯哦，这边很多酒杯 ，whisky 杯它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因为这个其实它的跟它同等价的东西呢 ，equivalent 的同等价的东西呢是像这个平板这样的东西，因为这个只要把它捏起来，它就可以变成这样，它没有动啊。没有动啊，然后跟我的这种的杯子，这种形状的杯子呢，它也是一样的东西。我讲的是一样，是指刚刚的那个威士忌杯啊、微杯嘛、平板嘛，还有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它根本也没有动啊，它只是一个把而已啊，它从头到尾都没有动。很多东西你可以去定义啦，那
在分类学里面突然就，你看我本来数了几个东西，1、2、3、4、5个东西，用有没有洞，一个洞，零个洞，然后你就可以分辨出这个，把5个就变成2个来看了，2种类别来看了。我希望我大学老师呢教 topology 的，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多东西要死背活记的，然后这个为了考试，而且那种证明基本上几乎就是不是拿计算机这么压来压去的，也不是手这边算了半死，而且几乎都在脑中里面想的，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去锻炼出说这种思考，说某些东西到底合不合理，或者去想说，我们在完成做一个事情的时候，除了这个方法，还没有别的方法，或是它这个方法是等同什么方法，然后但是后面这个方法可能可以更快去解决掉问题。我想不再举一个例子，但是如果你没有学数学的话，就很难去理解了。但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在人世间，或者是甚至在宇宙一样，我们只要证明说某个东西、某个集合、某个反正某个世界或某个什么某个一个团体的东西呢，我们只要证明这个团体跟另外一个团体基本上它的几个性质都是一样的，即便他们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他们可以归类在，就好像我刚刚讲说，甜甜圈跟马克杯是可以归类在一起的时候，即便他们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但是你有找到他们相同点，它可以归类在一起的时候，而且符合某些设定的条件，好，那你今天在甜甜圈上面做了所有的任何的运算，好，这个运算就看你怎么去定义，和你在这个马克杯这个群体里面去做运算呢，基本上呢两个就会相等价的，所以那个问题的点到最后就变成是，好，所有只要有一个洞的东西呢，它们大概会有哪些特性？这些特性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某些东西已经弄得非常奇怪的时候呢，其实它简化起来，你会发觉它原来就是一个甜甜圈的问题而已，就是那个形状而已。所以你在思考的时候就不用想的太多了，就是因为已经证明过它是两个是相等的等价的一种物质，在某个点的假说上面，某个点的定义底下，你如果说定义说我们的定义不是定义一个洞，而是说它材质的部分的话，当然甜甜圈跟这个马克杯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但是如果是按照这个所谓的topology 这种形体的部分来看的话呢，就外表来看的话呢，那甜甜圈跟这个就是跟马克杯就是同样的东西。所以 topology 有人讲是地图学啊，地图学它其实在研究就是说，比方我们从直观从天上往底下看它的那个表面的那种起伏啊，或者是凹陷啊、山水啊，这个什么有的没有的描绘这个地形的一些变动的这些东西呢，简单讲就是把这些化繁为简。好，那怎么样去化繁为简？你不能嘴巴讲而已，而是你要建立出一个系统架构出来。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就是说，当然学到逻辑也是很重要，就是你会去想说为什么，逻辑就想为什么，你会想为什么的时候，然后去深入去思考，抽丝剥茧，然后最后去得出原来是如此这样的答案。那你首先当然要知道为什么，你要会去问为什么，因为你唯有会问为什么的时候，你才不会很容易去接受别人或者书上讲这些东西，因为你会问为什么，表示你会去思考更多，然后去想要去发掘到
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只是接受而已。我这边就是回到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哦，就前面讲了拉扎了哦，海恩哦，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这集应该第43集吧。应该要怎么命名？从什么逻辑人生吧哦，谈餐酒世界。我那时候在那个上海的时候，我之前有提过，上海有一个日本人，他酒匠嘛，他本身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基本理论，很熟人的那种类型的人的。你可以讲说他考试考得很认真但是那种不是只有在考试而已嘛，就念这些东西，他有些东西还是，比方讲你要适合，你要去想着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你说喝个酒这么麻烦，对你当然研究每个学问都是这样，已经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问为什么，而且你要开始去思考说有没有别的方法去取代，或者更好的方法去取代等等的。网络上很多什么调酒师啦、cocktail 的就是 bartender 啊，讲说，这个皇家夜总会那个庞德啊 ，James Bond， 他在皇家夜总会这一期 Ian Fleming 吧，那个作者所写的这个詹姆斯庞德的第一集里面，皇家夜总会，它里面提到说，在吧台的时候，他点那个酒是点了马提尼嘛，然后马提尼是他马提尼我记得是琴酒再加什么东西啊，反正最后再放一颗橄榄，琴酒加我有点忘记加什么东西了，他通灵水嘛还是什么的，还是伏特加我忘记了。他是说shaken 摇嘛，就我们看那个手摇杯那种摇的，然后 shaken no but no stir 就是搅，然后用那种杯子这样来喝。其实对，如果你只是一个电影迷，那你看完就很帅，然后讲，然后当有些就是这种侍酒师啊，不是侍酒师，调酒师就是 bartender 调酒师 cocktail 的，他们说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不符合他们调马丁尼这种酒的那种精神马丁尼就是基酒是 gin 嘛，然后我忘记再加什么东西，哪一种酒去混合，因为你去深究里面，那只是搅跟 shaken 是被动，就是被动的嘛。他庞德不是要搅，他是 shaken but no stir， 不要去 stir， 不要去那个用搅的，这样当然比较激烈啊，因为这样是等于是把那个酒，就是那个 shaker 那种不是调酒器，那叫像摇摇杯这样的东西，像我们现在喝泡沫红茶那种东西一样嘛。你用力弄的话，它增加了空气接触酒的机会，然后把那空气进入酒里面去，进入这个新的液体里面去，把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呢混合在一起，让它混得更均匀，有空气进去，然后混合，然后那个冰块呢碎掉融化了，也一并都进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也许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碎冰，或者是甚至快要没有了。然后这酒的温度变得相对来讲就低的很多了。然后你喝的时候会喝，可能会比较麻痹一点，就是说你比较不会有那种烈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就好像
前几期有提过啊，你是把高粱冰在冰箱里面，冷冻库里面再拿出来喝，变成稠稠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它某个程度就好像 shaken 就是在快速达到类似像这样的效果。那庞德不要 stir， 因为 stir 就是基本上这个酒呢，你这样慢慢去搅它所谓 stir down 就是只是这样搅而已嘛，不是说真的他如果拿那种打蛋器这边这边这样搅的话，他得到的效果跟 shaken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这个我相信没有那个文青啊，或是比较什么会去写这样的，会我刚刚讲的最后那个部分啊，拿打蛋器那种的。可是我要表示的就是说，像看到这种东西，如果看小说去想这些东西很无聊了。但是如果说你要单论这一点的话 ，shaken but no stir stirred 被动式都是被动哦。它背后其实在表达就是，你想到了这边，我来想的话，就变成是shaken 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啊？这个效果是因为起因原来有什么东西 shaken 这个动作呢，做了这个东西会得到最后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简单的只是同样的东西，然后只是简单的用搅两三下的话，它又是怎么样的结果？那作者在表示说，他现在要喝这个那个庞德要喝的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可是一堆侍酒师会认为，不是侍酒师，调酒师会认为说，这个就不是马丁尼，马丁尼不是这样，马丁尼是 stir， 只是单纯的搅一搅而已，他可能就要喝的是那种有层次的感觉，或者是说里面假定是两种酒调在一起，泾渭分明，然后又没有那么分明，就是像太极这样融在一起那种感觉，然后就是那种同样的材料组合的方式，一样的材料呢，但是如果以用拓扑学的角度来看，它两个还是一样的东西，因为并没有出现不一样的。你在搅或是在只是或者是 shake， 这个动作并没有影响到整体的这个就是外观，其实是还可以再恢复的。就是说，它并没有造成，比如说造成。就是回想我刚刚讲的一个洞那种拓扑学的基本原理哦，不是原理啦，这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哦。那你用 stir 的话呢，它基本上还是一样的东西嘛，理论上还是一样的东西。可是如果是不是用拓扑学的角度来看，你是用这过程你喝起来的感觉的时候，它就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了。我这样讲，哪个频道没有什么人看就会这样。像讲这个东西，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一样的组成的事情呢，你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得到的那种处理方式，就好像我在讲拓扑学那样，我在定义一个动作 operation， 一个 operator， 一个运算，然后结果得到的答案就会变成不一样了。那个关键并不在于东西本来的组成，而是你是怎么去运作的、去运算的、去操作的。反正听得懂就听得懂吧，听不懂就刚这样讲，就是说，你看 shaken 泡沫红茶这样摇的话，用泡沫红茶来解释。摇，你希望喝到是摇到后面都已经有起泡啊，然后那个过滤掉渣，然后这个珍珠泡沫红茶好了，就是你珍珠怎么摇都不可能摇到里面去嘛，因为它不一样的东西啊，那个密度差那么多，但是你的那个鲜奶啊、茶啊什么，它就会混在一起了。然后再加上珍珠，所以这个东西本来的就变成一种新的东西，就是
我们所谓的你说奶茶再加上珍珠那种感觉，甚至再加一点糖在里面混合出来，但是明显就变两个口感，是一个是水状的，那珍珠还在。虽然那种东西我一直认为那个就是你讲了 boba 讲说这种粉圆这种东西，你可以创造一个名词，它叫做珍珠粉圆，我没有意见，但是它跟真正的粉圆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有吃过就是真正的粉圆？罗东有一个叫小可爱的就锅追小可爱的这种粉圆，在东山乡有，然后罗东这边也有，他们是同一个家族的人。然后如果你到这边来玩的话，在罗东东山乡都可以买得到，不是连锁店，然后只有一间店，就小可爱，上网查就有了。他们那种才是真正的传统的粉圆，你一吃你就知道说。我小时候吃的粉圆都是这种才叫粉圆嘛。你现在吃那个 boba 那个，你叫珍珠粉圆我可以接受，因为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回过头来讲，如果你去买这珍珠粉圆，去买这个波霸奶茶、珍珠奶茶，它如果只是这样再给你搅一搅的话，我跟你保证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会喝到那些味道就没有混在一起。基本上跟你讲，没有混得很好，没有混得很好的话，你喝起来又有冰块，又有这个茶，又有奶，又有珍珠什么的，它就每个都是很具象的东西在你的嘴巴里面呈现，所以没有说这样就比较不好喝，可是呢，摇的这样子的接受的程度比较高。这边就是我要谈的，就是说，第一个操作方式不一样，第二个是，那什么叫做美味？我们会觉得这个可能摇的比较，对，让你在嘴巴里面融在一起那种东西，就是会让你感觉到有复杂度，但是你又很难去分辨，它又不是单纯只有水而已。那种感觉，在很多人的想法或是实际上体验里面，会认为说这个可能就是美味，会比较美味。如果说它就是混得没有很均匀这样，然后你这样喝，你就会觉得这个每一个你吃得出来，就是吃完这一层上面那一层什么那个东西就很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讲会觉得比较突兀。那我又想到什么？想到说这个，所以你说庞德他喜欢喝 shaken， 不要喝那 stir 的话，有人我看过网络上很多人什么用这个角度去解释，用那个角度去解释啊，还那个调酒师认为说这个是完全不符合他们那个定义。当然他这样讲也没错，因为马丁尼的定义，他可能他们就只能用搅拌的而已嘛。所以庞德弄这个就是门外汉。但是不管是不是门外汉呢，我是个人觉得，你说调酒师你要调了不，虽然你可以讲说那就不叫马丁尼了，但是那个也是马丁尼啊，那是庞德喜欢的马丁尼的模式。所以你可以庞德，我要庞德马丁尼，那就好像我一个珍珠奶茶这样，是一个新的称谓而已嘛，没什么不好啊。他帮你发明第二种喝法，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哪一天珍珠奶茶是不是 shaken 呢？再多一个，我是blender 是那 blend 是有搅，然后就是 blend 是那个果汁机嘛，底下那个叶子那个，今天全部把它丢进去。刚讲那个珍珠奶茶的所有的原料丢进去之后，不是这样咚咚咚咚那边摇，而是压一个按钮，它就开始打出来的时候，那一杯喝起来的感觉就跟珍珠奶茶有那么一分相似，但是其实又不一样了。不一样点在哪里？整个口感就不太一样了，因为珍珠已经没有珍珠了，但是那个珍珠打得很细很细，
在你的嘴巴里面的时候呢，就是你喝起来就会有那个打的再怎么细，一定还是有珍珠的碎屑，然后喝起来就是一股很奇怪的那种，你可以想象哦，你就可以想象自己想象，反正把那珍珠想象成为你摇过了之后，珍珠变得很小颗，千万颗小珍珠好了，但它还是存在的这形体，因为它不可能融化在里面嘛。两个一个那种有胶的东西，这种就是不可能融化，跟水这个就是液体的东西就不可能，这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固态，一个液态，你固态切的再怎么小，除非你变成原子状态，不然的话，它还是很明显的跟那个分子啊，或者水分子啊这些什么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会想说，那这样是不是可以发展出第三种模式出来，而不是我再去找那种从珍珠红茶变成是珍珠奶茶，变成是什么珍珠绿茶，或是珍珠伯爵茶，这样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东西。在拓扑学角度里面，它是一样的东西，因为它本质上没有变嘛，它就只是加的东西不一样而已嘛。甚至你再多加更多的东西，它对我来讲还是一样，但那一样是说，它可能只是比较多的物质在里面，但是基本上它的操作最后得出来结果还是一杯这样，然后里面有珍珠，对不对？那这个庞德他要的这种的喝的马丁尼跟 Serve 那个就是不一样的东西了。至少在那个刚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一杯马丁尼假如你是慢慢喝的话，你自己也有一个那个什么 olive 那个橄榄，然后这样插着呢，慢慢这样搅，弄到后面你的冰块啊，两种酒啊，如果是清酒对伏特加的话，我真的有点忘记哦，还是像表面的那些盐好了，让它搅一搅，到后面是不是你的动作其实最后还是跟那个 shaken 是一样的意思嘛？那个冰块也融了嘛，就是整个这一杯就变成是手动式的马丁尼啊。然后你要说这个才是马丁尼，可是原来那个不是马丁尼，可是其实你放了1个小时之后，搅拌这个一开始迅速摇，放了1个小时之后，它还是原来一样的东西，就是本来开始不一样的东西，在经过时间长之后就拉成一样的东西了。它并没有真的改变，真的改变是你今天如果说，像我讲那个，我把那个你把它搅得很碎啊，搅到像分子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那里面那一杯里面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就定义上来讲，口感上的定义来讲啊，哎，我扯那么多，在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刚讲的日本的那个酒酱，已经比侍酒师还要高一个等级，在日本清酒的学习的分类里面，就是你受到的那个赋予的阶级的分类里面，它是比较高等级的。他那时候就跟我提到说，其实他没有跟我讲前我就知道，但是他表演给我看，就是在喝烧酎，他们叫你当然可以纯喝吼，但他说另外一种水割的方式，割水割都一样哈，就是加水、热水、温水哈，通常都是温水左右。你当然也可以加冰水哦，这都不是重点，而是说你今天怎么样把水和这个烧酎把它混在一起。你说这个你在讲什么东西？就是我这边一杯，然后这边一杯，2个倒在一起，比如混在一起是没有错啦。但是你如果从刚刚从前面我讲的一路听到这里，你就知道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呢，其实是会
改变它的，至少在上来的那个阶段，可能那10分钟是你在享受的时候的感受。就是为什么庞德要求的是 shaken but no stir。他说呢，他就拿一个像威士忌杯这样的杯子上，然后拿了温水，然后还有玉烧肉，就是地瓜的烧酒。他说他建议我是这样喝，他把杯子拿来，他是先把那个烧肉拿起来了，倒，也许可能倒个1/3，倒个一半，看你的水要加多少了。如果是1:1的话，那当然就是倒一半。然后这时候呢，再可能拿一个这种棒子啊，或者是 whatever， 反正就是汤匙也可以。然后它那个水就是是从这样下去的，然后慢慢的，因为它是插在那个杯子里面嘛，然后里面已经有一半的那个烧肉在插着，但是这个可能在边缘了，然后就是倒那个水这样慢慢流下去。有这样的状况是，他不希望一下瞬间倒下去，然后水花飘溅嘛，他这样倒，他这样流下去，所以慢慢的就是水慢慢的就增加了。然后在增加的过程中呢，因为酒精，烧酒也是酒精啊，25%左右啊，的那种浓度的酒精，比重是比水要轻的，所以当你水进去的时候呢，在这个原来的杯子里面的这个世界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产生扰动了。什么扰动呢？酒精，当水还很少的时候，水是可能会沉在底下，然后当你的水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已经开始，那个酒本来只有一半，它现在酒水合起来已经，比如说到2/3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的状况就不会是水，在上面，然后那个酒精在下面，因为酒精会，它是烧出酒精这种东西，它是比重比较小，它会浮起来啊。所以它浮起来的过程中呢，因为你的水又是慢慢的，你去想象这个画面，水慢慢的加进去，然后这个酒精开始慢慢的受到这种跟水之间的那种比重的差距呢，慢慢就有些人开始浮起来了。浮起来了之后，在浮的过程中呢，它是缓慢的去进行的，所以他做这个动作其实是在很缓慢的在调整酒精跟水的混合状态。懂我的意思吗？调整酒精跟水的混合状态，也就是说，当我倒完了另外半杯的这个，就是跟它一样都50%的这个的水之后呢，一半一半嘛。你当然它不会是两个泾渭分明的两层，而是它就会均匀的混合在一起，再加上温度的关系。比方讲，如果你是用温水的话，那混合了就会更为均匀，因为有这个热量进去嘛，热量会加速这个分子的运动嘛。冷水的话呢，当然就是会比较没那么均匀，但是它一样也是慢慢的，不是狂摇的那一种的，也不是拿个棒子在那边搅的那一种的。我不是说这样就是对的，我只是说这是另外一种喝法。有些人我喝 whisky 也是可以用兑水，也可以这样兑啊。但是也有人喜欢的，其实我喜欢的喝 whisky 是这个微杯里面呢是 on rock， 就是一个冰块在上面，我那个威士忌只是倒在冰块上面，然后慢慢，这我相信去过bar都知道啊，倒了然后那个它慢慢流到这个里面这个大型的巨型的冰块，就是商用型的冰块，不是那么容易融化的那种冰块里面，因为我们要喝的结果不是要喝混合水的，它要 on rock 的意思更强调的是要喝到温度要低温的威士忌。如果说刚刚讲那种把这种威士忌啊跟那个水混在一起那种的，
它要很均衡混合在一起那一种的喝法，或是那一种的称谓它虽然也是威士忌和水冰混合在一起，可是 on rock 的喝法是以威士忌为主。这个我刚讲倒进去可能去摇或去搅这样子的过程呢，它就比较像是要喝的是混合的状态，喝起来感觉不一样。那个简单讲，那个东西你喝起来马上就会感觉到酒精是降低了一半，就是因为它混合啦，所以那个酒精度马上就降了一半了嘛，降对，混合一半。可是 on rock 的话，基本上酒精度还是维持的，它降得很慢很慢，因为水融化得很慢很慢，所以酒精还是威士忌的风味还是有。然后那种比较像在喝纯的威士忌的感觉，那种方法那个叫 highball 那种方法就比较像是在喝混在一起的感觉。那这个酒匠这个日本人，他教我的是另外一种，他也是属于 highball 的那种喝法，但是是属于比较温和去推进的结果。也就是说呢，它喝起来当然不会像是那种纯的烧酎或纯的威士忌这样 on rock 这样的，但是也不会这么激烈，不会去摇的这么激烈，而是借由这个单纯两个物体的密度不一样，然后比重的差异，然后让它缓慢的互相交流，然后最后成为一个新的酒精度剩下一半。好，如果是一半水一半烧酎的话，或一半水一半 whisky 的话，新的液体、新的酒出来。那这种酒呢，其实是可以喝更久的。就是说，我所谓更久，就是说它的味道从头到尾保持的差异不会太大，当你如果你放了一天之后，因为酒和水的比重比较不一样，也许就会有一点点隔层出现，但是一般人不会这样喝嘛。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同样的东西，你看它就可能在过程中的稍微的调整，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从我一开始谈到的这些这个 topology 数学啊，或谈到像这个有关这个水歌啊兑水的过程啊，庞德的那种喝马丁尼啊，其实我里面要强调的就是东西要强调的部分就是说，今天我们有食物有水，就跟食物掺加酒一样嘛，你是用什么方法去结合的，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然后这不一样呢，要分好坏也可以啦，但是问题是我们面对的是不一样的人，所以你对某个人好，对另外一个人不见得是好的啊，就变成是你要察言观色，你要知道说，你接下来我们这一餐我们面对的是什么人，他们喜欢怎么样的方式然后去选择他们喜欢的方式去服务，去做出他们要的东西，搭配出他们要的组合出来，那才是一个最佳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好，就是这种比较更形而上的东西，而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很死板的去用一种方法去进行而已。我本来想来举一个例子，就是这边宜兰这边有那个卖绿豆沙，你各位去查北门绿豆沙，北边的嘛，北门绿豆沙在宜兰现就有2间嘛，罗东、宜兰市各有1间嘛。他们绿豆沙牛奶很有名，好，还有芋头牛奶啊，芋头沙牛奶，类似这样的东西。他们的有名点在哪里？每次假日，他们一个礼拜只有工作4天，通常都休3天，至少都3天左右。所以你如果来这边，礼拜六、礼拜天，至少礼拜六你一定喝得到。但是我记得在宜兰的那间礼拜天好像就没有了，因为他如果再生存下去那边又堵车又不是就生存下去，他如果又开店的话，他可以捞的更多啦。
但是有时候你捞更多，你人生需要这么多吗？因为他们那一家靠这个已经赚了很多钱了，很多很多钱了。然后，要是我也会这样做，我礼拜天我也不做啦，因为我也要休息啊。我的休息可能是礼拜天、礼拜一，甚至到礼拜二3天，我就可以规划出去玩了嘛。因为当我可能礼拜天的中午，我们全家，我就假定我是店家了，我开车带小朋友出去玩了，带家中的长辈出去玩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是要回家嘛，比如说北上回台北了，我可以闲想，比如说我可能跑花莲，可能跑武林农场，可能去泡温泉等等。人家回家，我是要去度假，你看那这种生活多好。然后我的钱在可能礼拜3、4、5、6这4天我就已经赚满了。所以你到罗东那个开的时间稍微，因为他是同一个家属，但是他开的时间比他晚的，这2、3年才开，这1、2年才开的，所以工作比较认真。他们一个礼拜是休礼拜1、礼拜2，好，在这个度假不良度假胜地啊，就是在这个台北人所谓的乡下的地方呢，这些人过的生活其实是很舒服的。我讲这些人没有别的意思，我是说，你还是要能够赚到钱啊，这个就要思考各种方法去赚钱嘛。但是他们赚这个东西，你说卖个绿豆沙或卖个这种饮料，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按照郭台铭的讲法，就是说，博士生去卖鸡排干嘛？的确是，怎么讲啊？博士生如果他学到的是如何把这个过程做得更精致化，或者是把运用他不是知识哦，运用他在借由学习知识所得到的这种思考逻辑的那种方式去改变一个行业，即便它只是一个炸鸡排的行业，他也有可能会到成功啊，他可能最后变成连锁大店，也有可能啊。当然，他现在有没有这样我不知道了。我只是说，其实念书要学的东西，也不见得说你知道经世济民，一定要学到说我要能够做到像张忠谋一样做晶片，要做什么有的没有的，这个不是。我个人觉得说，当然有人这样子，但是也有你要学的是方法嘛，学的是思考的方法。那思考方法就可以带给人去改变。没有人说晶片就一定是你可以弄出更好吃的鸡排，有什么不好？对不对？那你说，如果每个人都每个学博士都弄鸡排，放心啦，不可能这样子啦。那如果每个人这样弄，他也会有优胜劣败嘛，也会淘汰掉一些嘛，还是有人会去做他可能不喜欢但是擅长的工作嘛，对不对？讲了半天，今天好像乍听之下没什么主题，但是其实我用一段话做结论，因为我常去买那个绿豆沙，我就知道说礼拜1、礼拜2不要去买，为什么？因为没有开呀，甚至宜兰这边礼拜天，我记得也是没有开的。那所以我会趁礼拜3、4、5、6都这个时间去买的时候，一次可能买个2杯、4杯买个6杯啊，通常是买个4杯、6杯左右了。因为你放在冰箱里面放久了之后，你如果放冷藏，你要担心，特别是夏天，要担心它后面会比较变质。不过我喝的，因为不是喝绿豆沙牛奶，我喝的是绿豆沙而已，没有加牛奶的。它本质上就比较单纯，因为牛奶这种东西很容易腐败，豆类的东西虽然也很容易腐败，可是因为有冰在里面，相较于牛奶已经开封了，然后再加在里面再混合那个东西，我就觉得不要放太久比较好。我借由喝这个绿豆沙这个东西呢，其实后来也体验出怎么样去喝会更好喝，应该讲说会更接近，比如说我第2天喝的时候会更接近原来它弄出来的样子。那差别在哪里？这我就不讲了。然后这个
我由这个过程，我就联想到说，开始去思考说，为什么别家它附近很多家都在卖绿豆沙，宜兰你打绿豆沙一堆，但是我喝过几家的，就不好，没有那么好喝，应该讲差很多。那你说它里面难道有加特别的什么东西吗？没有啊，现场就那边做给你看啊。然后当然有些部分你可能是看不到的东西哦，可是它就特别好喝。那你就要回去问说，为什么东西你会觉得，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样他们的人家特别好喝？如果你有像我刚刚讲这种思考模式的话，你就会去抓它的各种可能性。反正我最近在，就是我每次喝这个，我就会想说，它这真的很好喝，为什么我会觉得好喝？然后我就把这个为什么回去推说，他做了什么事情造成这个为什么，所以才会觉得好喝。其实那个东西，你说真的很复杂吗？一点都不复杂啊。可是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在。就像张忠谋他们很高深、很复杂做这个晶片，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在。然后最后发明一些新的方式，然后再可能设计出新的机具出来，去让那个晶片可以越做越小嘛。它那个背后的精神是一样的啦，所以他们就是掌握住了一些关键的东西，然后制造出来的产品是别人制造不出来的，领先别人，或是别人无法破解的，因而他就是赢得了这个市场很大一块市场。我说要讲就当结论，就后面又讲了一段的东西。奇怪，我今天录这个2集都讲了很久，这个本来我打算讲20分钟，结果今天讲了50分钟了，好吧？这一集就是从数学庞德的马丁尼到这个手摇饮，到炸鸡排的张忠谋，到绿豆沙。还有那个中间那个highball 啊，那个调酒那个东西，好险我可以用讲的，不然这篇写出来长篇大论，大概没什么人看。虽然说讲的也没什么人听啊，但是我讲的这样东西，你慢慢去听，慢慢去体会，其实我讲的不是只有酒的知识而已，我讲的是一个。不能讲生活态度，我讲的是一个改变你的做事方法的一种我的体会，然后你就看你怎么去想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第43集，拜拜。按赞、订阅、分享哦，尽量还是让多一点人看得到。拜托，真的，各位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重要的事情，它真的会影响到演算法。我现在亲自体会到了。拜拜。